朋友们好，我是叶绿绿。这期节目我们照旧回复留言，看看有哪些有趣的分享和问题。好，我们开始。第一位朋友，炭火变为灰烬，余温散去之后才是寒冬。这句话说得好，为数不多的文学表达被你发现了，厉害！一转眼25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统计局初步核算，中国经济在上半年 GDP 66万亿，同比增长了 5.3%。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微观体感却风雨飘摇，这可能就是余温的感觉吧。下一位朋友，对于户籍这种，我只能说，只要我不生小孩，我就不会被教育捆绑，也不用操心什么学区房。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给父母养老、自己养老和住房的问题了。我们家算是超生，而且我们姊妹3个，大概率都不生小孩，所以3个人养2个老人还行。其次就是住房，除非我可以全款买房，否则我也是租房子。我对条件也没很高要求，只要以后离工作单位近就行。而且我本来就打算赚够钱躺平的。说实在的，老感觉奋斗没意义，但是又年轻气盛，不愿放弃。最后是给我自己养老，无儿无女，只能说健康第一。实在不行了，找个护工，但最好还是自己老死。毕竟接受自己不能自理，还是很痛苦的。我很羡慕你有兄弟姐妹，父母养老好有个商量。另外，年老之后生命质量的确很重要，你想得很通透。另一位朋友说，其实只要不过分卷，从年轻开始保持健康作息和习惯，老了之后需要护工是小概率的事儿。另外，即便有能力全款买房，拿这笔钱去理财的回报率也比买房高多了，甚至利息足够你每月的个人养老支出。所以有全款的能力也不建议买房。有钱不知道投啥，这也是当前的困境之一。房价在降，存款利率也在降，理财产品呢又总是爆雷，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还真不知道干点啥才能钱生钱。这时候就又显出房地产的重要性了。差不多17到21年房价猛涨的时候，贷款利率在涨，存款利率也在涨，可是那时候大家都视而不见，挣点钱都买房了，房价涨得快嘛，所有人都追涨杀跌。现在房价下跌，大家才注意到，哇，原来存款利率也在跌。今年存1万，明年一看还是1万。单看租售比，24年1线城市租售比已经接近2%，23线城市升到了3%左右，而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不会超过2.5%。那么房屋出租比存银行要划算，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买房了呢？并不是，这只是货币宽松救市所产生的利差，是企稳的指标之一。因为现在大部分城市租金仍然不能覆盖月供，而且房价跌到什么时候还真没人知道。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说，不管是以房养老还是以利息养老，都不如以现金流养老来得踏实。下一位朋友，请把部分时间投资在规律运动上，包括站桩、气功和瑜伽，不推荐激烈运动。我视此为无形的养老投资和储蓄，长期会看到效果的。来自56岁单身老阿姨的切身经验分享，把健康视为投资和储蓄是非常智慧的做法。下一位朋友，干货满满的一期，希望以后能周更，感谢鼓励，继续加油。我现在一打开后台，满是催更的留言，有一种被错爱的窃喜。跟大家交代一下，现在每期影片的文稿基本都超过1万字，写稿最快也要1周时间，拍摄加制作又是1周，所以需要朋友们多给我点时间，我也会尽可能让内容更丰富一些。下一位朋友，绿总，您总是在出事和出逃的边缘疯狂的游走，形容很贴切。我自从开始做视频，时常活在恐惧里，但恐惧过后还是得面对，没办法，脑袋里有思想钢印，总想关心一下大是大非。也许有一天我放下了，也就不恐惧了。下一位朋友，已知的未来是残酷的。2024年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6559亿美元，2023年全球汽车行业的市场规模约3.6万亿美元，合计4.3万亿美元。当前中国的人均 GDP 14000美元，假设前述2个行业收入都归中国，中国人均 GDP 也仅17000美元不到，依然远远无法达到经合国家3到6万美元的区间。所以未来真的会好吗？我希望会好，但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别人。我在关税战争那期影片分享过 ，A 股的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差不多有2445家，占总数的46%，但他们的总资产规模却仅占到6%。这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业都是牛马经济撑起来的，如果不改变产业结构，不能引导产业升级，将来大概率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下一位朋友，将居民收入压到极致，以提供生产优势和贸易红利，某种程度上也是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了。很新颖的体会，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只能说慷慨，相当慷慨。下一位，我82年的，我上中学那会儿，政治考点有扩大内需，现在我都43了，学生们的考点变成刺激消费了吗？别说，你还真别说，我查了一下，最早在2004年调结构促消费就被写进了政策优先级，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还在刺激消费，当真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下一位，句句精华，听起来简直拍案叫绝。
妥，建议院线上映，预测票房10个亿。下一位朋友，户籍取消户籍制度，可以进城上学，可以移民城市。社保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可以买卖抵押。只有掠夺性制度变为包容性制度，经济才有变好的可能。消费有没有复苏，普通人就看3点：第一，进口有没有增加；第二，物价有没有上涨；第三，收入有没有变多。在中国，我们不是公民、纳税人、消费者，而是系统精心培育的韭菜、牛马、人矿。花钱可以救经济，存钱可以救自己。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利益只有民众利益。哇，看节目还做笔记，是个讲究人。下一位朋友，第3次重看完整视频，争取全文入脑看3遍就行了。下一位，新账号首关注，3刷本集，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完备，客观理性，剪辑流畅，值得推广，果断保存，期待多产，言简意赅，是个人才，知音难觅，感谢3刷。下一位，太多富有哲理的字词句了，以致不能一一列举，只好1个字评，棒，2字也行。牛逼！接下来这位朋友，天天盼着你更新啊，终于等到你，饭可以好好吃了，觉也可以好好睡了。这明显是等级了，但又不想责怪我，就写出了一种怨妇感。我记得姜文评价马龙白兰度，说他演教父柯里昂的时候，就是照着怨妇那么演的。You don't offer friendship. You don't even think to call me Godfather. 下一位朋友，买房消耗现在现金流，透支未来现金流，特别是高位接盘的，如果没有大机遇赚到大钱，可以说一辈子被套在房子上，有钱消费才是奇观。虽然说刷信用是现代经济的伟大发明，但是过度消费依然得量入为出。出卖信用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产生赌徒心理，总想铤而走险干一票大的。记得19年 A24 有部电影叫《原钻》，当时还提名了金酸梅奖，但是我认为这部片子严重被低估了。话说在纽约，有一位犹太珠宝商人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收了一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宝石，可是这人点儿背啊，一直被债主催账，已经催到抽他嘴巴子的地步了。就在这时候，加内特看上了这块宝石，愿意高价收了当幸运石。你没听错，就是狼王加内特，他在影片里客串了他自己。故事到这儿，按正常人思维，男主应该卖掉宝石，把钱还上，但这哥们儿宝石在手，一点不慌，又想干一票大的，甚至还给加内特做局，在拍卖会上坐地起价。结果呢？不，结局我不能说，反正就俩字儿：震撼。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建议不要看任何剧透，直接去看原片。我看完这个片子，觉得男主就在我们身边，每天为了房贷奔波，哪怕失业了，也得套着信用卡和网贷，左手倒右手的去还月供。如果真到这一步，何不直接卖掉宝石呢？下一位朋友，我的建议，声音辨识度很重要，因为像你这样信息量比较大，并且有一些来自调研数据的内容，有很多需要反复思考，听众会在后面想起来。有一些声音比较有辨识度的，听众会更先想起来，再次查看，并且提高查找的精准度，这样你的浏览量会大幅上升。祝你越来越好。之前节目立过 flag， 说订阅到3万换枪买，这期节目我已经用上了，大家可以听听效果。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手码这么一大段帮我出主意。下一位，别人的视频我一般都是加速看，好的吗 ？UP 主的视频我居然得放慢看。另一位朋友说，的确智慧含量高，调来调去可能脑容量不足，最后只能用0.75倍速消化。叶老师真强，有幽默有逻辑，通透的解题思路，来自台湾的赞叹，感谢盛赞，受之有愧啊！我的影片内容比较多，但超过30分钟的节目，完播率又没法保证，所以后期处理会稍微加速。还有，我写文章写惯了，写完稿之后总是忍不住一删再删，直到删掉所有废话为止。这样做的好处是节奏紧凑，坏处是观众不能漏听，漏听一段就看不下去了。如果大家不在乎时长，我来把语速调慢，调到最舒适的节奏。好，下一位。看了一小半留个言，感觉通缩俩字儿基本上是话到嘴边了，很遗憾这个视频没能在 B 站上线。通缩这个话题，我在年初做过一期专题，按照上半年的社融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到了通缩第3阶段，债务通缩。家庭部门在这一阶段停止借贷，并且提前还贷，企业和政府也在用借新还旧的方式来化解高息贷款。B 站上周我在 B 站上传了消费这期影片，结果只活了3个小时就被 ban 了。不过 B 站还有很多老朋友，回头其他影片再尝试吧。下一位，说白了，年轻劳动力在政府眼里就是人肉电池，每个都有发电的义务。如何尽量榨干电池，又不引起国家电路出问题，就算成功。这项学问称为南孚学。南孚学好啊，瘦点的是7号，胖点的是1号，相当新颖，给你点赞。下一位，越看越难过。中国人一直以勤劳忍耐为美德，却在这样伟大光明的领导方针下过得如此悲催，然而还要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希望国内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明白鲁迅先生的学医不能拯救中国的真正含义。
感谢你这么真诚的交流，还有殷切希望。虽然不舍得解构这份真诚，但我还是想耍个宝。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后来大家都发现了，学文也救不了中国人，其实学理也不行。下一位朋友，主播这思路太符合当下了。如果引入股市，是否可以让先套牢的带动后套牢的？不是散户不想套牢，是需要深思慎重谨慎地套牢。21年到23年，美国财团贝莱德在大 A 建仓的6只股票5只亏损超过30%，其中1只股票在23年1年就亏了10个小目标。3月份的最新新闻说，贝莱德以7折的价钱贱卖了上海的中港汇大厦，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贝莱德的总裁说，他们在全球管理着8万亿美元的资产，唯独在大 A 玩砸了。事实证明，神仙来到大 A 都得扒层皮，所以买股票也是一种消费。下一位朋友，您讲得很好，但是我个人查了一下外贸的数据，好像2025年前2个季度表现还可以，感觉世界实际上短时间内无法离开中国产品而生存。另一位朋友说，你要不要看看最新的出口数据再乱发视频？统计局的数据，2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13万亿，同比增长7.2%，这是上半年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进口8.79万亿，同比下降2.7%。出口好，的确值得庆祝，但进口增速一直低于出口增速，甚至还在下降。这恰恰说明中国外贸像貔貅一样，只卖不买，不是什么好兆头。下一位，你咋这么有才华？你说话咋这么好听？下一位朋友，我们永远在救亡图存的路上，这一代和上一代本质上是同一代。下一位，所以钱不只是信用，也是流动性。都困住没法流动起来的钱，就会像石头一样硬着陆，自我毁灭。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人拿20块去买菜，菜老板收到20，想起欠卖鱼佬20，卖鱼佬收到这20，又想起欠饭店20，饭店老板拿到这20，又想起买菜没付钱，又把这20还给了菜老板。最后，最初拿20块买菜的人说他今儿晚上下馆子，又从蔡老板手里要回了他那20块钱。你看这20块钱转了一圈，谁也没损失，但大家的账都平了，需求也都满足了。这就是流通的力量。咱们把这个游戏复制上几百上千万次，就形成了一个万亿 GDP 的大市场。这时候的蔡老板就变成了多多买菜，卖鱼佬变成了河马先生，饭店则打起了外卖大战。如果把整个游戏再放大 N 倍，消费就能为政府带来税收，为银行带来利息，为整个市场带来资产债券。所以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如果没有消费，没有流通，一切都不复存在。下一位，错误的，你看官方通报勤俭节约请客吃饭违规，很明显是抑制消费，其实也不耽误，比如一边搞城市化，一边搞新农村，左右互搏，两难自解。下一位朋友，房价一直跌，餐饮充斥着预制菜，电影娱乐没有任何突破创新，尤其是电影电视剧，很久没有吸引人的 IP 了。普通人就算想出门消费，也看不到任何消费的吸引点在哪儿啊？点其实很多啊，高铁、地铁、城际铁、水费、电费、燃气费，这些以前有补贴的公共服务，现在都在涨价。如果房子继续卖不动，将来还会一涨再涨。总的来说，咱们所享受到的一切便利，都是在用看不见的间接税取代看得见的直接税。这么做的好处是自信，坏处是自信而不自知。这种不可避免的消费，牵扯到基建投资和税收体系，咱们往后节目里细聊。下一位朋友，都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搞不懂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搞不清楚他们真不知道普通人工资低工时长吗？所以消费问题无解。而就算进行政治改革，也很难扭转下行经济态势，毕竟年龄中位数40了，但加强底层福利待遇可以平稳走完下行周期。但按现在的路子走，就是高压锅不清楚什么时候爆掉，下行周期政府缺钱，就会从富人穷人手中捞钱，等于说不放气儿还往里面打气儿。周平均工作时长始终维持在48小时以上，做6休1，每天8小时，出门花钱都觉得累，所以说反内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下一位朋友，作为个体应该怎么面对未来的经济情况呢？这个问题很大，做起来也很难。我看资料做节目这么久，也是为了找一个靠谱的答案。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觉得应该在超越经济周期、超越时代束缚的方向上多下一些功夫。首先，保持锻炼，争取长寿；第二，坚持学习，增长智慧；第三，多存点钱，钱就是尊严；第四，接受命运的同时，也留心筛选时机；第五，坚守最朴素的价值观，避免被时代裹挟。如果还想成就一番事业，我建议看一篇麦肯锡的报告，他罗列了未来18个有潜力的行业。我把图贴在这儿，大家可以按暂停细看。下一位朋友，房子在26到27年真的还能回暖吗？最近经常听人说，房价虽然跌了，但还是很贵啊。确实是这样。
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大概是6倍左右，就是说大概6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住宅。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4年10月，5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11.5%，其中10个城市高于15%，位列前3的分别是深圳33.3%、北京30.1%、上海25.8%。我认为什么时候北上广深也能10到15年就买套房，那时候才能看见曙光吧。触底反弹嘛，需要一些耐心。下一位朋友，老师，2035年养老金账户耗尽，个人养老金有必要交吗？交了担心我退休以后取不出来。这2天在短视频看到有一个人叫郑功成，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他说养老金不会崩的，大不了将来可以调低一点点。我一听，哦，原来是个赔本买卖，社保打折，这好吗？这不好。下一位朋友，请教绿绿一个问题，目前央行10年期国债是 1.6%， 已经低于银行的 1.8% 的安全线，如果不能再降息了，房价是不是等不到货币政策支持了？所谓 1.8% 的安全线是银行负债成本的底线，低于这个水平，银行就要赔钱了。所以你说的对，继续降息的空间有限，对房地产的刺激作用也在减弱。以前一降息，楼市就能拉起来，因为信心还在。现在信心不足，政策传导机制又比较迟钝，所以就算利率再低，房价也未必会买账。下一位，我来简单帮韭菜算一下，透支韭菜盒子贷款30年以上，购买比美国还贵的韭菜盒子，提前消灭自己收入，购买没有产权的完美负资产，养老和医疗直接福利基本等于0，主要结构是负福利，同时还要贷款创业、贷款买车、贷款消费，然后透支完所有消费能力之后，还要搞一个996、007，工资3000块，同时会失业的工作。房子以后就叫韭菜盒子了吗？前有南孚电池，后有韭菜盒子，这黑话是越来越上档次了。前几年有中产返贫3件套，高额房贷、配偶带娃、孩子上国际学校，这2年又有了小资破产3件套，咖啡、民宿、小酒馆。不难发现，买房买车是纯消费，贷款创业更是一种奢侈消费。下一位，你长胖了哈，不要恶意消费吃喝。怎么能叫恶意消费呢？明明是添砖加瓦。下一位朋友，说的好好的，扯什么彩礼？我怕你被网暴，女权在路上。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让话题好理解，可千万别女权我呀。如果女生听了不高兴，那我也说说男生。男生一谈权利，既要处女情节，也要3从4德；一谈义务，既不为生孩子，也不承担家庭劳动。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和错爱。最后特别鸣谢给我打赏的朋友，真金白银，着实破费，谢谢各位老板。大家还有什么花活接着整，我去做新节目了。我们下期再会。